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2025年下半年终于盈利了。这个新闻标题啊，乍一看吧，挺唬人，像是报喜。但是啊，这个事儿吧，你千万别看标题，得看里子。你要把那个财报给扒开来看，我跟你说哦，那台积电的高管们啊，现在脸色啊，估计比那刚切开的苦瓜还绿。咱们先摆一组数据啊，你听听得有多扎心。同样是做那个5纳米的芯片，同样的技术啊，同样的机器啊，在台湾本厂做，毛利率能飙到多少呢？62%，那是暴利啊，跟印钞票似的。可是到了美国的亚利桑那呢，你猜怎么着？只有8%。哎呦喂，这哪是做高科技啊？这个利润率啊，还不如咱们卖煎饼的王大妈呢。这王大妈加个鸡蛋还能赚5毛呢。她这个可是几百亿美元砸进去的高科技啊，这哪是差距啊？这就是鸿沟。这是把金饭碗呢硬生生给干成了破瓦罐。而且啊，就在这个2020年的1月4号，又有猛料爆出来了，说是这个美国工厂的芯片成本啊，比这个台湾那边啊足足高了2倍还多，毛利率啊直接缩水了87%，创下了台积电有史以来最惨的季度跌幅。你琢磨琢磨，这就好比啊，你是个米其林3星大厨，你在老家啊炒盘土豆丝能卖100块，那成本呢就5块，赚的是盆满钵满啊。结果呢，被人拿着枪啊顶着脑袋，非要去那个什么亚利桑那沙漠里去炒菜。那到了那儿呢，锅也贵，油也贵，这帮厨呢还得按小时收美元。最后吧，这一盘土豆丝炒出来啊，成本95块，你还得陪着笑脸说：“哎呀，我终于盈利了，我赚了5块钱。”这不是扯淡吗？这哪是做生意啊？这在做慈善。那这一期啊，我们就好好扒一扒这个台积电，它到底是怎么掉进美国这个大坑里，爬都爬不出来的。咱们先聊聊这个钱都花哪儿去了啊？首先第一条就是这个折旧，一台光刻机啊，好几亿美元啊，那个玩意儿就是个吞金兽啊。在台湾那边啊，这些机器啊，那都是省钱脑少。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赚得快呀。这机器啊是24小时连轴转哦，产能拉满了。但是到了美国的亚利桑那，这个事儿吧就变味儿了。有个机构刚出了个报告，说这个美国工厂的折旧费用啊，比台湾那边啊暴涨了384%呀。咱具体点说，就是在台湾那个工厂，每生产一片晶圆，折旧成本呢大概是2100美元。但是到了美国的工厂，你猜多少？10200美元啊，差了快5倍啊！这5倍的钱哪儿来的？一来呢是这个美国建厂本来就贵，啥都贵啊，机器运过去呢也是贵。这二来呢也是最要命的啊，是这个机器啊它吃不饱啊。美国这个工厂嘛，虽然号称也是5纳米工艺，但是它产能跟不上啊。那个良率啊，虽然说是提到92%，但它产能低啊。就像咱们这个早高峰啊，车都堵在路上，我有劲儿使不出呀。据说现在这个产量啊，只有台湾工厂的1/4，400亿美元砸进去的厂子呀，这产能才发挥了25%呀。这个机器呢，闲着也是闲着，它每闲1分钟啊，那就是在烧钱啊。台积电啊，看那个昂贵的机器在那儿空转哦，估计心都在流血哦。这哪是去美国开厂啊？这简直就是去美国给机器养老去了。那如果说这个机器贵啊，还能咬咬牙忍了，那这个人的事儿啊，才让台积电真正头疼的完结。咱们都知道，这个台积电它之所以牛，它除了这个技术好啊，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台湾工程师那个拼劲儿，那是真拼啊！张忠谋老爷子自己说过，说这个台湾的工程师啊，半夜2点要这个机台报警了，电话一响啊，立马就穿衣服，骑着摩托车冲进工厂修机器啊，这就叫责任感呀，这就叫执行力啊！可是到了美国呢？嘿，你想什么呢？那是美国，那是工会的地盘儿。你要是敢半夜2点给这个美国工程师打电话，人家直接告你骚扰。人家下班那就是下班，天王老子来都不好使。你想让人家加班，行啊，先跟工会谈谈啊，这个加班费怎么算，福利怎么算，是不是得加个咖啡歇息时间？工厂每片晶圆的人工成本是3600美元，台湾那边才1800美元，这又是整整的2倍啊！而且这不仅是钱的事儿，这是一种文化的鸿沟，根本就跨不过去啊！那台积电它也是没办法呀，美国本地也招不到人啊，美国人早就不干这个苦活累活了，玩金融玩软件多赚钱啊！谁愿意穿个这防尘服啊，在这个无尘车间里站一天？
没办法啊，这个台积电呢，只能从台湾那边派人。那这一派啊，就是几百上千号人。哎，你想啊，你把人家从家里面连根拔起来弄到这个美国的沙漠里去，不得给人家高薪，不得给人家房补、车补、孩子上学补贴，这叫海外津贴。再加上啊，美国那边的本土半导体人才它本来就少啊，英特尔在抢，三星也在抢，薪资水平啊被抬得老高了呀。这台积电要想留住人，那就得大把的撒钱。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两拨人凑到一块儿还打架。美国员工投诉啊，说这个台湾主管搞小圈子，开会说中文，不尊重他们，还说台湾那一套管理太严苛了，不把人当人。那台湾员工也委屈啊，说这帮美国大爷太难伺候了呀，干活呢是慢吞吞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教都教不会。哎，你说这个画面啊，哎，是不是挺像那种家庭伦理剧的？婆媳关系不和，这个日子能过好吗？所以啊，这个人工成本想降下来难如登天，除非美国人自己突然转性了，哎，愿意像亚洲人这样卷，否则这个成本哦，永远是台积电心头的一根刺儿。这还没完呢，哎，你以为这就够惨了？咱们老说哦，有些地方办事难，那是你没有去过亚利桑那建厂。纽约时报那个大报纸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标题是特损啊，叫在美国建厂为何如此困难的 1.8 万个理由。听听啊， 1.8 万个理由啊！台积电在这个台湾建厂那是特事特办啊，当局是一路绿灯啊，只要一个许可，甚至水库的水都优先给你用，农田的水停了都得保你。可是到了美国呢，那是4重大山压顶啊，市里面管一边，郡里面管一边，州里面管一边，最后这个联邦政府啊还得插一脚。这一层层的衙门哦，一个个的章啊，盖到你手软。据说哦，哎，光是应付这些监管啊，这台积电内部啊就得制定1.8万条规定，这也不许动，那也不许碰，光是为了搞定这些规矩啊，就得花掉3500万美元。你说这个钱啊，扔到水里面还能听到响，那花在这儿啊，就是买一堆废纸啊。还有个大问题，水。亚利桑那是哪儿呢？那是沙漠呀。哎，你在那边种个仙人掌行啊？你在那边搞芯片，芯片制造那是最费水的产业，这一天啊得吨喝多少水啊？当地老百姓不干了啊，水本来就紧张啊，哎，你这一来我们喝起北风去啊。台积电没办法呀，只能承诺啊建什么超牛的废水处理厂，哎，说是要回收几乎每一滴水。那这一承诺不要紧哦，又得砸钱。建水厂不要钱吗？运营不要钱吗？哎，这些乱七八糟的隐形账单加起来直接把那个建厂的成本堆高到天际了。张忠谋老爷子啊，当然就预言过啊，说这个美国建厂得比这个台湾高5成。现在看来啊，老爷子还是太厚道了，太给美国留面子了。这哪是高5成啊？这是翻着跟头往上涨啊！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制造业环境啊，积重难返。就像一个得了风湿病多年的老人，哎，你非得让他去跑马拉松，你就算给他打一针兴奋剂啊，他也跑不起来啊。那这个时候吧，肯定有人要问了，那这个台积电他是不是傻呀？哎，明知道是火坑，干嘛非往里面跳呢？嘿，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啊！这哪是台积电自己想跳啊？这是被人拿着绳子捆着，后面有人踹，前面有人拉，硬生给扔进去的。这背后的推手就是美国那帮政客，尤其是那个特朗普老头子，他们搞了个什么芯片与科学法，弄了520亿美元的补贴啊，看着是挺诱人的呀，跟挂在驴前面的胡萝卜似的。但是那个胡萝卜呢是带刺儿的，你要是想拿钱，你就来美国建厂，你就得把这个技术给交出来，你就得按我的规矩办。这特朗普的算法打的是精啊，他想的是美国芯片自主。他觉得啊，把这个台积电搬到美国去啊，这个高科技啊就是美国的啦，哎，以后就不怕被卡脖子了。民进党当局呢，那就是个帮凶，他们为了讨好这个美国主子啊，为了搞什么以美谋独啊，那是把台积电当成了投名状啊，双手奉上。国台办的发言人都说了啊，这就是把台湾同胞的利益当儿戏，这是要把台湾半导体的根基都给挖空了。哎，你看现在这个局面，特朗普急得火上房，他本来吧指望这个厂子能给他长脸，证明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结果呢变成了让美国再次尴尬。成本高成这样子啊，谁买单呀？苹果、英伟达、AMD 这些大客户啊，现在也是骑虎难下。虽然这个嘴里面说是支持，库克呢也去站台了，黄仁勋也去捧场了，
但是生意啊就是生意啊，如果你的芯片比别人贵2、3倍啊，我买你的，哎，我的手机是不是得涨价呀？我的显卡是不是得涨价？那最后这个羊毛还不都得出在羊身上啊？这分析师都说了啊，美国这招啊其实挺阴的，他可能不仅仅是想要你的产能，他是想通过提高你的成本啊，来削弱你的竞争力啊，把你从神坛上拉下来，让你变得平庸。那这样呢，英特尔那些美国亲儿子啊才有机会翻身啊。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操弄。台积电哦，就是那个被绑架的肉票。最后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个眨眼的数字8%，这个数字吧，哪然是盈利啊，这就是台积电的一滴眼泪。它告诉了全世界一个道理啊，政治的手啊，千万不要伸得太长。全球化分工本来挺好的，哎，你出设计，我出制造，大家一起发财，非要搞什么小院高墙，非要搞什么脱钩断链，结果呢，并没有让美国更安全，反而让全球的供应链更贵了，更脆弱了。台积电这步棋啊，走的是太酷了，它是被逼无奈，也是在交保护费啊，但是这个保护费啊，交的太昂贵了，它牺牲呢是自己的利润啊，是自己的效率啊，甚至可能是自己的未来。这个事吧，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啊，也给岛内那些人提了个醒，别天天做着以美谋夺大梦了啊！在美国人眼里啊，你就是一个棋子啊，有用的时候呢拿来用用，没用的时候啊，或者当你变成累赘的时候啊，那就是弃子呀。那2倍的成本，那1.8万条规矩啊，就是美国给你准备的坟墓。等到哪天啊，这个台积电真的被吸干了血啊，变成了平庸的3流代工厂，哎，你看这个美国人还会不会正眼瞧他一下？所以说呀，这人呢，这企业啊，还是得把这根儿留住。那根儿如果在自己家里呢，那叫枝繁叶茂。这根儿啊，要是被人挪到沙漠里啊，哎，就算是勉强活着，也是枯枝败叶啊。台积电美国工厂的大戏啊，还是得接着演。但是结局呢，咱们大概也都猜到了。这特朗普的脸色估计会越来越难看，而这个台积电这个苦日子啊，恐怕还在后头呢。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